杨华在桌边吃早餐，一阵敲门声响起，他蹑手来到门边，对方起初一口一个杨哥叫的亲热，见一直无人回应，敲门变成了拍门，语气也激烈起来，不耐烦地劝杨华今天把钱还了，否则明天就不止这个数。杨华始终一言不发，直到对方骂骂咧咧地离开。杨华出身农村，他读了很多书，看了外面的世界之后，凭借自己的努力一步步在大城市扎根。杨华和妻子苗维在大学相识，两人的家庭背景有着天壤之别。苗维是个被宠爱长大的独生女，家境优渥，吃穿不愁。热恋期间的他们像所有校园情侣一样友情饮水饱，也坚信只要有爱就能度过所有难关。于是大学毕业后，苗维不顾父母反对，毅然决然嫁给了杨华。苗父苗母尽管再看不上这个女婿，但拗不过女儿，还是捏着鼻子答应了婚事，并帮小两口置办了车房。这间房子后来就成了他们常常挂在嘴边的事。杨华不觉得这里是家，他更像是牢笼。为了能在这个家扬眉吐气，杨华辞去了稳定的工作，准备下海大干一场。他四处借钱筹措资金，甚至不惜抵押了家里的房产，和老同学罗宇合伙开发了恐龙公园的项目。原本想着飞黄腾达，然而偏偏命运弄人，项目因为政府的征地决定夭折，杨华投进去的钱也打了水漂。他被巨额债务折磨得焦头烂额，拿了政府赔偿款的罗宇紧锣密鼓开发了新项目，属于杨华那笔钱却迟迟不愿还给他。催债的人一次次登门拜访，心力交瘁的杨华只得找到罗宇。罗宇的新项目看起来红红火火，他打着哈哈说下个月开业一定第一时间就把钱打给杨华。杨华哪里等得到下个月，他请罗宇无论如何都要先帮自己周转应急。罗宇闻言表示有几个网络贷还欠着他钱，真着急就让人陪杨华一起去要。说完还不忘给他画大饼，说只要等项目起来，这点小钱不在话下。杨华稍稍安了心，回到家后，岳父岳母鼻子不是鼻子，眼不是眼。苗母不忘提醒杨华，抵押的那房子是买给苗维的，和他没有半毛钱关系。苗父更是坦言，这擦屁股的破事自己不会管。老两口自打闺女结婚就横竖看这个穷女婿不顺眼，婚前给小夫妻置办的房产也成了指责杨华无能的砝码，讥讽揶揄更是家常便饭。殊不知这种态度只会让小夫妻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，最终走向分崩离析。苗维近来很抗拒杨华的接触，两人的关系似乎有着山雨欲来的沉闷和压抑。罗宇的小弟小程打来电话，说他带来了欠网贷的女孩。杨华顾不上吃饭，驱车前往。欠款的女孩叫微微，寝室的同学都买了苹果手机，虚荣心作祟的他便裸贷买了手机。但社会不是他的大学，5000块到了要还的时候还不上，利滚利变成了他根本拿不出的数目。这次叫杨华来，身上根本没带钱，只能按照合同用身体偿还。杨华没料到微微是这个想法，但眼下他被债务逼得喘不过气，哪里还有好色的心思。微微见状开始哭求杨华不要把照片发给他家里人。杨华心里堵得慌，他让微微穿好衣服赶紧下车。微微离开后，杨华拿出行车记录仪删掉了这一段，却无意中发现了苗维和一个男人的通话录音。男人是苗维的前男友，两人在同学聚会上重逢，此后便一直对苗维念念不忘。此时苗维正在和父母视频通话，将自己怀孕的消息告诉了老两口。这件事杨华还不知道。苗维考虑到两人眼下的经济状况，不确定要不要留下孩子。苗母表示不行就离婚，孩子生下来他们养。苗维反驳他们不判自己点好，老是把离婚和钱挂在嘴边。这时要债不顺的杨华沉着脸回到了家，催债的两兄弟正等在他家楼下，说什么也要到家里坐坐。杨华表示自己已经和他们老板打过电话，2天后就会还钱，再纠缠别怪他不客气。双方拉扯间，杨华无意中拽下了对方的假肢，场面一度有些惊悚。杨华回到家，苗维拿出 B 超单，准备将怀孕一事告诉丈夫，却无意中看到了对方手机收到的一连串消息，内容是小程发来的微微裸贷的照片。他将手机扔在杨华面前，质问他怎么回事。杨华不耐烦地拿出行车记录仪的录音，反问他这又怎么解释。两人开始互相指责，也许是心虚，苗维不愿听杨华解释，口不择言说就是他这种家庭的人才会拿着自己家的钱去干这种事。杨华被这句话惹恼，骂苗维不要脸。两人话赶话说到了男方住自己家吃自己家，女方父母势力这件事，吵着吵着又推搡起来。杨华让苗维不要碰自己，否则就砸了这个家。最后这场闹剧以杨华摔门而出结束。气急败坏的杨华开着车走在路上，一言不合就和人吵了起来。两人因你瞅啥瞅你咋地为开场白点起战火，对方是个暴脾气，当即下了车来招呼杨华。两人扭打在一起，互相吃了对方一套老拳。杨华擦了擦鼻血，一路开车来到他向苗维求婚的地方。那时候没有柴米油盐，没有争执吵闹，杨华一心一意想要求娶苗维，苗维也铁了心非他不嫁。两人在这里定下终身，约定以后每年这个时候都来这儿。真挚的告白仿佛就在昨天，但爱意也好，心愿也罢，都在鸡毛蒜皮的琐事中消磨殆尽。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注定被现实打败。翌日，杨华回到老家，父母问他怎么瘦了。事业归事业，身体还是第一位。杨华正踌躇着想开口问家人借点钱，但姐姐却先一步问他拿5000送外甥上补习班。杨华闻言也没好意思说自己的难处，更别提开口借钱。杨华开着车回到家，门口的墙上被人喷了大字
指名道姓要他还钱。杨华无奈地找出酒精擦着字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。微微打来电话指责为什么要把自己的照片发到网上，是不是想逼死他？杨华一脸莫名，还没等他开口，对方就挂断了电话。杨华顾不上擦墙上的字，找到微微要带他去找小程，但情绪激动的微微认定两人是一伙的，拿出刀割伤了自己的手腕。杨华将他拉上车送去医院，微微一路又是跳车又是抢方向盘，宁愿死也不去医院。气急的杨华将微微丢在了医院门口，找到小程质问他为什么要把别人照片发网上。结果话音未落，小程就收到微微死在医院门口的消息。罗宇告诉杨华放宽心，这事跟他没关系。杨华又气又怕，恼怒地说自己也要被逼死了，问罗宇到底什么时候能还钱。罗宇从兜里掏出几张钞票递给杨华。杨华没想到自己这个兄弟能忘恩负义到如此地步，打发要饭的也不是这么打发的。他将钱砸在罗宇身上，转身离开。苗伟打来电话指责杨华没担当，要债的都堵在家门口了，他拍拍屁股走人。各方面施加来的压力让杨华头昏脑胀，他恨恨地挂断电话，抽起了自己耳光。这时杨华的债主带着人找到了他父母家，虽然没有做什么出格的事，但此举无疑是威胁和警告。杨华给罗宇打去电话，问他赔偿款早就下来了，到底还不还自己钱。罗宇根本不接茬，杨华没好气地骂起了脏话，对面却挂断了电话。杨华又开车返回罗宇的民宿，放火点了他一间帐篷，被罗宇的小弟抓住，狠狠揍了一顿。听到消息的罗宇也急忙赶来，二话不说给了杨华2耳光，还大言不惭地说现在两清了，谁也不欠谁，怪只怪杨华有眼无珠，结交了这样一个无耻之徒。这一出让杨华彻底认清了罗宇，他脑子里紧绷的那根弦终于崩断，于是一不做二不休，连放几把火，不仅烧了帐篷，还搞黄了他和一个老总的生意。罗宇带着人手忙脚乱灭火，杨华大笑着躺倒在附近的沙丘上，拨通公安局的电话举报罗宇逼死欠债人。警车呼啸而过，杨华心里五味杂陈，丈母娘打来几通电话他都没接，过后又弹出几条语音消息。杨华听过后得知了苗维怀孕的消息，他脸上没什么表情。第二天就是纪念日，杨华给苗维打去电话，两人一起上了山，这里是见证他们爱情的地方。杨华坦言自己和罗宇闹掰，钱大概是还不上了。事实上他不仅抵了房子，连车也一并抵押了。事到如今，杨华没有别的路可走，他希望苗维能找他爸帮忙，苗维却没这个脸跟爸妈开口。他指责杨华当初做的时候不和自己商量，出了事却要他一起承担。杨华表示自己也是为了这个家。苗维不想再争辩，撂下一句不能过就离婚。山路陡峭，两人在车上因为孩子的问题再次起了争执。杨华问苗维为什么怀孕了不告诉自己，是不是孩子根本就不是他的。苗维听到这种话顿时火冒三丈，不计后果地说起了反话，接着摔门下了车。杨华越想越气，情绪失控的他开着车将苗维撞下了山。就这样，两人的感情在短短3天发生了骤然裂变，被推往无可挽回的境地。谁都不想走到这一步，但谁都无法阻止事情向更坏的方向发展。到底是什么让相爱的人走到你死我活的地步，我们不得而知。杨华过了好久才回过神，他陷入深深的自责和痛苦中，无助的哭声回响在山中。杨华拨通了报警电话，救护车和警车先后赶来，经医生抢救，苗维生命体征稳定。杨华心里陡然轻松了很多。紧接着他被警察带走例行调查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，违法借贷机构以及杨华都被立案调查。经此种种，审判或许对杨华来说更像是一种解脱。